好了，咱们的时间到点儿了，我先把音乐关掉哈。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易德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我要带大家分享的内容啊，就是这张山泉瀑布的一个景象。刚刚我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有云水瀑布，还有呢岩石树木，包括点景的房屋啊，云烟雾霭呢，也是这个画面当中啊比较突出的一种景象。大家可以拿出生宣或者生宣卡纸以及半生熟的纸张，尝试着跟我一起来画一画，都是可以的，好吗？那对于我们初次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或者需要工具、材料等等还没有准备齐全的小伙伴呢，可以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进行这些笔墨纸砚的一个挑选，好不好？好，然后今天我们画的这张画的作品，它是属于浅浆的形式，会简单的着一点颜色，是吧？用到的颜色其实不算多，但是呢，也需要大家准备好。一会儿画到的时候会给大家讲，比如说赭石、花青，是吧？还有咱们的朱砂等等啊，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就直接带大家来画画。这张画面比较偏直观，其实对于初学也好，还是说有一定的基础的同学也好，它都是比较友好的，是吧？大清早的，我们来看一看云烟雾霭的一个景象哈。好，对于初次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点一下关注，也可以呢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亮上粉丝灯牌，穿上小马甲，就有权限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每次直播前，我们可以让大家提前获取我们高清的案例图，还有我们的工具清单，好不好？好，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加入。来，我们接下来就要正式的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啊。好，我要调转镜头喽，大家做好相应准备。好嘞，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能看到我双手的小伙伴来敲2个数字5，好不好？能看到我双手的小伙伴来敲2个数字5。好，声音和画面都正常对吧？那我们要正式的开始了。可以拿出我们的，比如说准备一支狼毫笔啊，这支是平常我已经画秃了的那支狼毫，也可以准备一支新的哈，然后也可以准备一支我们的小号的小红毛。一会儿我们在勾勒那些叶片的时候，或者一些小细线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些飓风的笔锋比较锐利的这种笔，是吧？小号的狼毫笔来画就可以了。我把镜头稍微推进点，对不对？稍微推进点。然后我们在染色的时候，染色对吧？你可以用到咱们的这个白云笔、大白云、小白云来染都可以啊，都可以。不管你是画工系的画面，还是说画我们这样比较偏写意一点的画面呢，你都可以用咱们的白云笔。当然尖毫也可以。当然这些工具呢，都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如果有需要或者第一次来开始尝试画的小伙伴呢，可以自己去挑选一下啊，可以去选购，好吗？包括我们的纸张，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纸是生宣的卡纸啊，生宣的卡纸。但是生宣的卡纸做成咱们这个就是生宣纸嘛，它贴到这个卡纸上之后，它就成了半生熟了，对不对？好，成了半生熟了，所以大家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也是在我们屏幕的这个小黄车里边也会有啊，所以控水起来呢，它会更加的方便容易一些。再一个就需要用到的试笔纸。然后我们的颜料，我要先把这2支常用的花青和赭石放到这儿，好吗？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动手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来，我们把这个先在这个笔洗里把毛笔呢浸湿，对不对啊？这个笔呢刚刚因为沾了墨，是吧？有一点点墨汁在上面，然后可以加一点点墨汁，给它微微的去调和一下。在碟子里边完成的动作是什么？那就是把墨色的层次给把控好，是吧？你需要浓你就加墨，你需要淡你就多加水啊，这样去调和就行，理解了哈？好，这就是我们需要画到的，需要给大家最开始就讲到的。我们在最开始画前面的岩石，由画面的左侧开始，因为这张画它属于一个比较深远的一种空间的层次，对吧？由左往右，对不对？由前往后这样推着来画。大家做好这样的一个理解就行，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动手了。然后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需要用到的工具清单也在屏幕的上方。然后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
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先找到这个横竖的十字线，横竖的这个十字线哈，横竖的这个十字线。好，找准这个点，确定好了之后，我就方便就是交叉的这个点嘛，就方便我们去找准物体它相互的一个位置和大小，对不对？大概我看到是在这里，你也可以拿尺子量一下都行。然后我们开始从左侧，整个画面的左侧，竖着中线往左边数。你可以拿一个颜料管，是吧？拿一个颜料管来比一比，从右往左，是吧？好，大约一个颜料管左右，这就是左侧那个陡峭的那个岩壁，是吧？岩石的这个最宽，大概就是最宽的地方，大概最宽的地方。这个点确定好了啊，这个点确定好了，你跟着我来画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问题，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啊。好，然后我就要开始从上往下把这个陡峭的斜坡给它画出来了哈。从上往下，我把笔放倒，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行笔啊。从上往下，对不对？把这个岩石的这个轮廓给它勾勒出来。在转折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让它这个什么粗一点点。在勾勒的时候，线条可以粗浑，然后相对墨色浓重一些，可以浓重一些。这个岩石它的这个分层，就是线条它相对来讲哈是比较规整，有一丢丢平行，对不对？有一丢丢平行。颜料是玛丽的啊，也在我们的橱窗上方。好，然后在一些转折的地方，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棱角，加一点咱们的这个棱角。加一些，就是说它这个岩石呢，它有一些这个起伏，是吧？岩石的一些脉络和痕迹在上方。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岩石的结构关系啊，大家可以把它给处理出来啊，处理出来。然后我们再往后面走，那就是要把这个树给加出来了。我们先不加树，我们先把这个岩石的轮廓，把前面给它接下来啊，接到这个纸张下方，接到纸张的下方。我们开始正式画了哈，是正式画，因为这张画它其实造型并不太复杂，你只要认真听，你都可以听得到，都可以听得懂啊。然后从左侧，好，又往下面走，其实我们的墨色它是会相对来说变淡的哈，变淡的。然后往下走是吧？我们说勾皴擦呀，它都会兼顾啊，都会兼顾。有宽的地方，有窄的地方，线条有长，是吧？也有一些短的地方，是吧？长短宽窄结合，在塑造的时候、勾勒的时候，我们都要兼顾线条的一种繁密和简约，是吧？一繁一简，墨色相对浓重啊，相对浓重。然后再从它的下方啊，再从它的下方。我们再来给它交叠一些岩石的结构，是吧？好，这些结构之间它会有很明显的遮挡的关系，那这种遮挡它就很好的体现出了一种前后和左右的空间感。小伙伴们早上好，欢迎大家的到来啊，也欢迎咱们新老朋友们的加入啊，我是博云啊，可以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啊，关注一下，也可以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每次直播前的高清的案例图和我们的工具清单，好吗？好嘞，然后我们呢再给大家是吧，再往下面走的时候。都是在线条前后交叠，能看清楚对不对？从这根线到这根线，是不是它有一个，它在前，它在后，一个遮挡，一个被遮挡，是吧？从这根线往后呢，逐渐形成一个过渡的一个关系，这个大家伙能理解对不对？啊，从左往右形成一种墨色的一种过渡和渐变啊，一种渐变。当然，笔触行笔的方向大体跟着颜色的轮廓一致，是吧？右上左下也好啊，从上往下它都可以。
好，我把这块给大家说到啊，然后继续往下走啊，继续往下走。后面还有一层我们没有画，因为它这一层呢是在这个树的后方，我们先把这个岩石呢给它勾勒完整，勾勒完整。好，然后再往下方走的时候，大概这儿吧，我们再给它加一层。好，我把这个颜料呢放到这儿，大家可以比对一下，可以比一比它的这种宽窄的变化，比一比它的宽窄的变化。就比如说每个岩石之间的宽窄的关系哈，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观察？应该还好，刚刚我们已经画过了哈。好，然后呢，从它的这个下方，比如说我们自己再去交叠一些结构啊，这些结构线不要比一比都是一个方向，稍微有些角度的错落，它就不至于平行，对不对？如果比一比平行呢，它看起来微微的显得容易呆板，处理不好它就容易呆板啊。好，我们再从上往下，好，从上往下，对不对？好，下面呢它比较浓重，然后再往下面来，再往下面来，下面是不是在这个大转折的地方，墨色它就比较浓重了？到横着中心线，大家看好了哈。位于整个画面上下一半的位置，就横着中心线的位置哈，我们可以找到它的这个转折的一个斜坡的位置哈。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右上左下，是不是？右上左下，我们把这个大的轮廓给它体现出来，从右上左下。好，再从上面往下画的话，我们又要把这些小的细节进一步的往后面去添加啊，进一步的往后添加。就多加几层前后这种交叠的结构，是吧？在叠加的位置上，在叠加的位置上，是吧？我们适当的要添加一些小的细节，小的细节。好，能跟着老师学画画是吧？好的。我们很多小伙伴呢，我们都是以前呢都已经熟悉过了，那么现在尝试着来跟着画呢，我想应该来讲还是比较不陌生的这种方式。不陌生的方式。然后，如果你有困难，可以尝试局部练习。如果你有工具材料的话，如果你在上班，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摸鱼啊！当然，你注意劳逸结合，劳逸结合。好的，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点亮的粉丝灯牌，也谢谢大家赠送的人气票。好嘞，好嘞，以后我们把这个可能很多部分的小伙伴呢，对以前的一些，比如说山水。是专项也好，还是临摹也好，包括创作基础也好，还是南北流派也好，相应的内容我们可能都会慢慢的给大家涉及到。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直播呢，可能只是以这种兴趣的方式呢带大家画一画。我们系统的绘制的时间会另行的给大家通知啊，好不好？好嘞，这是我们给大家画的这一处的岩石哈，这处的岩石。这一处跟上了没有？这一处画上了，画出来了，跟上了，来敲个1好不好？看一下大家的一个进度，我们根据小伙伴们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这个回放呢，我们会陆续给大家上，但是目前还没有，就是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才开始没几节没几次呢。好。大家伙的速度是吧？大致差不多。我知道有很大部分的同学说敲的1是因为眼睛跟上了。好，再来啊，再来，从左下，然后呢往右上，然后左侧，是吧？稍微把这个棱角左上右下的一个棱角转折，是吧？它其实有一定的交叠，给它带出来啊，给它带出来。
好，给它带出来哈。好，然后稍微的擦一擦，所以它就有了一种凸显出来的一种岩石的棱角的感觉，对不对？凸显出来的一种岩石的棱角的感觉。上班中来摸个鱼，好，带着大家就是一起来休闲一下啊！在搬砖的时候呢，摸摸鱼还是挺幸福的。来，我们再从上方，在中间这种大的转折的位置啊，我们依然是用一点，在皴的时候的墨色可以比我们的轮廓线稍微的淡一点。对不对？皴擦的墨色可以比我们的轮廓线稍微的淡一些，甚至于皴完了还可以把我们的轮廓线呢稍微的强调一下，好吗？然后从上往下，是不是？然后上面的稍微的重一重，重的时候不是说一块墨色都一样的，它是有浓淡深浅的变化，对吧？这样的话显得它的层次更丰富。来，我们接下来把上方也要给它稍微的塑造一下，丰富一下，让它过渡的更加的自然。然后在画的时候，我们是用侧锋去扫的话，这种呢就像擦一样，对不对？侧锋、干笔、枯笔嘛，然后把这个岩石的这种粗糙或者说苍茫、苍劲的味道呢，微微的带一带，对不对？在一些转折的位置、前后交叠的位置，稍微的加一加。OK， 然后我们从这些大的转折的地方，甚至于可以自己稍微的加点结构线出来，主要是在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你可以皴一皴，转折的地方微微的过渡一下，西山行旅图的日子，对吧？啊，以后得空呢，我们也可以带大家再画一画啊。那些以前大家有很多小伙伴以前的课还没有进行完成，是吧？我们都很理解，也可以在我们以后的这种直播当中啊，带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把一些以前没有进行完成的一些内容，给大家系统的讲一讲，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呢画一些简单一点的，啊，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左侧在一些转折的时候，稍微的给它点上一些不经意的笔点。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用更淡的墨啊，加水，在我的碟子里边加水，是不是？这个时候需要用淡墨了，加水，在我们左侧是吧？这些转折的地方，给它稍微的擦一擦，枯笔是不是？当然不要显得散乱了，我们呢也不要让它显得碎了，把一些需要它平整一点的位置，我们就给它皴的平整一些，擦的平整一些。好，熟悉的声音是吧？熟悉的画面，熟悉的我们的这个配方。好，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啊！欢迎大家可以呢点亮咱们左上角的黄色的粉丝灯牌。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以后每次直播给大家分享我们提前分享工具清单和我们的高清的案例图，好不好？好，如果给大家正式的讲一些以前的课程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分享步骤图，好不好？还有课堂笔记。来，我们把这处岩石大致画出来，对吧？上方我们也不能给落下了，对不对？好，把这下面带一带。好，左侧的这个岩石的棱角，我们是不是给它带出来了？这一块皴擦的厚重感是不是基本上有了？小伙伴们，你们都画出来没有？然后我们需要来一点点勾完了，是不是？我们画山水5大步骤是哪5步？是不是
第一步是我们勾勒轮廓，第二步呢是皴，是吧？以比较明确肯定的笔触呢，去皴擦出岩石的这种纹理呀、质感啊、肌理呀，对不对？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擦，是吧？用侧锋、枯笔、淡墨的方式来统出一下墨色。第四步呢，第四步我正在进行的，大家可以说一说，是吧？第四步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以点的方式啊，以点的方式，好，以点的方式，我们去什么？去强调它的这种对比，强调它的对比是吧？也增强这种岩石上的一种松动感，是吧？点勾皴擦点染是我们学习山水的时候最基本的几个步骤，对吧？好，最基本的几个步骤。然后在这下方微微的点一点就可以了哈，点到为止，下方不宜画的太多啊，不宜画的太多，主要点就在上方的这种岩石的结构的地方。好，我们这张画哈，需要大家最精细刻画的地方啊，差不多就可以到这里，差不多到这里了。现在开一个粉丝群是吧？没有，群已经满了吗？李默课的老师 ，OK， 不着急哈，咱们课后这个直播之后都可以申请的，好，接下来我们要从右侧，小伙伴们，我们要从右侧开始了哈，右侧开始来给它进行这个勾勒后面的这个树，还有后方还有一层岩石，是不是？我把镜头稍微推进一点点哈，推进一点点。我们大概的位置至少画出一块的位置之后，一个大概之后，就可以参考它来陆续往后面走，对不对？好，就可以参考它陆续往后面走。六圈还有位置对吧？好，回过头来，我根据大家的需要再来剪哈。从上往下，大约2到3指的地方啊，就这个岩石的边角嘛，2到3指，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左上右下偏平一点的这么一棵树的走向，大约穿过我们竖着的中心线靠右，是不是？2指左右，这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姿态啊。我这个回音这么重，你还能听出起跑音，不容易啊！你这个耳朵不是一般的灵敏啊。从上往下，把咱们的这个树干啊，我们说画树先立干嘛，然后再去出枝。好，把这些树枝是不是大概勾勒出来了？画这棵树的时候，墨色呢，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浓重的，对吧？比较浓重。出到树梢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出枝它就要比较细，对不对？从树根到树梢，它是一个由粗到细的过程，对不对？然后而且的出枝啊，出这些枝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去给它做过多的一些姿态上的变化，我们大概树枝的部分给它添加出来就可以的啊，添加出来就可以的。大家伙儿都在跟着画吗？都在跟着画吗？还有呢，小伙伴呢，可能是在这个是吧？上班啊，都是可以的。如果在家里边在跟画，或者说第一次来听，或者需要工具清单的小伙伴啊，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有我们的墨汁，有我们的这个颜料，还有纸张，是吧？还有包括我们的毛笔啊，像我现在正在用的这种，我正在用的这种呢是。狼好是吧？狼好，你可以选择里边的这个蓝竹，是吧？新型套装的这个精选
然后你自己以后在进行学习的时候呢，材料呢肯定得备齐，是吧？画山水画，画我们的中国画，无非就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对吧？你基本的毛笔啊、纸张啊，对不对？你要准备齐全了，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啊去挑选。来，我们呢现在继续。好，然后我们再从左侧，从左下往上。把树梢部分呢，给它稍微的加的比较重，是不是？好，可以加的比较重。然后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啊，有短有长有短，有高有矮，对不对？从上往下，好，再出一个枝。这个树呢是双钩的，而这棵树呢，我们在勾勒的时候是直接着笔，是吧？直接着笔呢，去以这种实墨实线的方式，是吧？去给它加出来的，去给它加出来的。大家伙儿画出来了吗？好，这就是我们画的左侧这棵树。树画完了，我们还先不加叶子哈，把这个整个岩石的轮廓给它勾勒完整，勾勒完整。前面的墨色比较重，我们在勾勒后边它后面这一层岩石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淡一点点，对吧？可以淡一点点。一边搬砖一边看直播啊，真不容易啊！注意你老板的眼神。好，然后从上往下，从上往下，然后给它勾勒一层这个岩石的这个轮廓，勾勒这一层轮廓。然后再来，好的，欢迎咱们新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可以点一下关注。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啊，当然也可以点亮你的粉丝灯牌，穿上我们的小黄色的小马甲，也就是点亮了灯牌之后，你进入直播间发弹幕的话，就会有一朵云，是吧？黄色的一个图标，一个黄色的图标啊，看来你就是我们的团宠了，你已经成为我们的团宠，成为我们的成员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内啊。我们打造的学习的生态，目前呢只是通知了一些直播的内容，以后我们还会陆续的分享我们专业方向的一些知识，对不对？好，后面这一层呢，我们大致呢给它存到这儿，存到这里。好，我们稍微推远，等一等大家吧，等一等我们的小伙伴啊，大家伙儿是不是现在有的小伙伴呢，小朋友了，有的小伙伴这个什么跟着是不是手忙脚乱的啊？其实这个画哈，你尝试着来跟着画，因为它的这种空间布局还有画面的这种布置啊，它是偏什么？比较偏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审美的方向的，直观的这种视觉效果。有点快了是吧？那我们等一等，等一等啊，好的。然后我们每天上午都直播，只不过偶尔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通知啊，给大家通知，会给大家通知的。好，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墨汁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最普通的就是这个油烟红心墨汁的。这个油烟墨啊，这最基础款的了。用的这个毛笔就是我们的狼毫，勾勒这个岩石轮廓和皴擦。一般我们用临摹古画，或者说这造型岩石比较奇古，用线比较刚劲的线条的话，我们一般都用狼毫，因为它的韧性足，对吧？在我们的橱窗下方的小黄车里边也有这个。如果第一次来尝试学习的小伙伴呢，或者说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挑选。好吧，黄桂树瀑布吗？这张画的名称呢叫星星孙女儿，然后欣赏，估计呢是作者对吧？或者是他的这个孙女儿带他去某个地方去观赏到的一个景象。作者叫黄君璧的著作颇丰，也就是他的这个作品呢颇丰，而且在海内外呢都有很多的办过很多的展览。
好，接下来我们等一等，等了大家一段时间了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往上面去叠加叶片了。画出先离干出枝，然后再去点叶子，再去点叶子啊。咱们推进一点点，推进一点点。好，推进一点点，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吧？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叶片上方啊，在这个上方，我们去叠加这个叶片，叠加这个叶片。它这个叶片呢是直接着纸用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小混点的方式，对吧？在这儿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新老朋友们呢都有，我们简单的说一说什么叫混点，其实就是一种饱含水墨的笔触之间呢，它相互有些交融的混合的这种笔点。好，它最大特点是什么样子的？稍微的扁长一些，是吧？稍微的扁长一些，上下左右它会有一定的交叠，是吧？上下左右它会有一定的交叠，然后边角我们呢可以给它再加一加。当然，在点这叶片的时候，点这个叶片的时候，行笔呢速度不要太快。再一个呢，就是要怎么着？要把我们的这个姿态感给它点出来，也就是这些点。它所形成的一种外在的这个轮廓，它是参差错落开，看起来要松动，是不是？不能完完全全是一个方形的也好，或者是一个圆形的也好，就不能形成这样子的，它是参差错落开，更加符合我们平常自然环境当中看到的这种树木大致的一种外在的边缘的参差感这就是一种印象或者说一种心象，或者一个剪影。再一个呢，这是第一个，要兼具这种参差错落、比较自然形象的一种姿态。第二个呢，它要具备一定的疏朗的地方、密集的地方，有疏有密，有浓有淡，对不对？一个就是姿态要形象自然，第二个要有疏密，再一个呢要有浓淡的变化。就这三个，你做到这三个，其他的基本上你就不用都可以画出基本的效果来了可以看一看甚至动动咱们的手指头点点赞，点点赞双击戳屏幕，广播体操做起来广播体操做起来。好，也欢迎我们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加关注加关注，点亮粉丝灯牌，就有权限呢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以后获取我们每次直播的高清的案例图，还有我们的工具清单。好，用淡墨是吧？可以用淡墨的方式，稍微用淡一点的吧。根据这个出枝的方向是吧？点在哪儿呢？有伙伴肯定会问有小伙伴肯定会这样问。点在枝干是吧？生长的一些方向，树枝生长的方向。为什么要这样去点？我们经常讲枝繁叶茂嘛，叶片它是附着在枝干之上的，所以它是需要跟着我们这个枝干的方向去走。好，谢谢大家赠送的人气票谢谢。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往右边稍微的叠加，底部走一走。山水课的学员是吧？欢迎你老朋友们，我们以后还会在这里呢，经常见到点了关注呢就不会迷路了。好，点了关注就不会迷路了有相应的动态，大家都会收到相应的通知的。好，点的时候，你看我们在树梢或者叶片比较繁茂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就给它这个点了，就给它这个密集了一些？当然边缘不要显得，你不是说参差错了吗？那我就这个外边点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是吧？琐碎了也不行的过犹不及，小伙伴们记住，小伙伴们记住了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边走，好，在下方一些转折的地方或者出枝我们可以稍微的让它这个明确，就是边角这些所有的出枝不要让它都是齐平的。
笔触之间啊，都可以有一定的交点，都可以有一定的交点。好，可以丰富起来了，是吧？丰富起来了。都满了6群是吧？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再建一个，我们一会儿等大家的时候呢，可以建一个。好，边缘参差错落，参差错落一下，然后左边。好，我们画到这儿，然后在这个树的这个底部下面这棵树，我们也可以跟它稍微的点一点，下面这棵树也点一点。其实这棵树的作用是什么？它其实不需要说这棵树有多好看，是吧？兼顾一定的笔墨表现的方式，笔墨的表现就可以了。兼顾一定的笔墨表现，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有一块浓重的墨色去衬托画面的后面的这个内容。是吧？好，把树干都可以呢衔接，树梢部分都可以衔接到一起去点一点。来，我们稍微推远一点点吧，推远一点。好，欢迎大家来到易抖音的直播间哈。我们不仅可以画画，直播间呢还有糖，大白兔。如果你现在正在上班，还没有吃早餐，可以来一颗，可以来一颗啊，免得低血糖了，可以来一颗，让我们的精力更加的充沛，不仅让我们的直播间更加的愉悦，还可以香甜软糯。我们的手和咱们的这个嘴呢，都不用歇着啊，都不用歇着，也不用担心长胖。我们说过，我们之前都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只要你吃糖的速度足够快，是吧？长胖的速度肯定跟不上，是跟不上的。好嘞，好，这是我们画的这棵树，大家进行的怎么样了？大家进行的怎么样了？好，可以说一下，你们如果跟上了的小伙伴呢，可以说敲一个数字666，鼓励一下自己啊。如果没有跟上的小伙伴啊，我们可以等等大家哈。可以等等大家，666都敲起来了是吧？好嘞，好，好的，来喝个水。好，好，我们这是画面的上半部分，然后在这个岩石的边角左上角，我们还需要给它添加一点点什么？添加一些我们的这个小的树枝，是吧？左下右上，左下右上，是吧？我们可以出一些小枝，因为这上面呢，它最后用一些朱砂呀。一些颜色呢，去给它点了一点点，对不对啊？点了一点，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它再加出来，再给它加出来。在岩石的边角部分呢，在上方我们还可以用点浓重的墨色给它这个点出来，稍微的点一点。整个画面你们发现没？大家闭一只眼睛看一看哈。大家可以闭一只眼睛看一看这张画当中最浓重的地方在哪儿哈？最浓重的地方在哪儿？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在咱们画面的左上角，还有画面的下方的岩石部分，对不对？好，所以呀，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了。好，刚刚建了一个群，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哈，左下角和上方的树木这一块，
需要一些重墨去把这个画给压住，在我们转折的位置上，在我们的转折的位置上呢，可以稍微的点上一些胎点，点上一些胎点。好，点亮粉丝灯牌的小伙伴，咱们现在的群已经开通了，期群已经开通了，好，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云端交流群里边去了。好，在我们的右侧的底部嘛，这些地方我们也要稍微的给它点上一些胎点，记住不要太过于琐碎啊，要聚散有度。当然，点的胎点往往墨色要比较浓重，就是来衬托一下我们的画面嘛。点开头像，您就会看到咱们的粉丝群左上角哈。然后在画面的下半部分，记住了，找到竖着的中心线，来抬头，不要玩手机，也不要走神儿，看这儿，从竖着的中心线往左边走，大约3指，对不对？大约3指哈，你手指粗一点也没关系，细点也不影响，我们就画一个大概。山水其实是最轻松的造型上面的要求，你即便这个什么造型岩石画软了是吧？画成一个汤圆了，对吧？它也可以说是一块石头，鹅卵石嘛。好，从左下右上，然后我们交叠的来一些岩石的这个轮廓结构。好，交叠的加一些轮廓结构。这上方呢，我们给它参差错落一些含混不清的，就让它看不清楚的一些墨色啊，给它融到一起去，然后呢交叠上去。交叠上去，然后在左侧把这个岩石的轮廓呢，大致是吧，给它勾勒完整，类似于一个梯形嘛，只是不那么规则，对吧？好的，欢迎大家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哈，就现在就可以申请进入咱们的这个第七粉丝群了。好，这是我们画这块岩石，把顶部。这块岩石呢，它是把顶部的位置啊，先给它这个添加出来，是不是？把这个顶部呢，先给它皴擦出来。皴擦出来之后，下方就用一些枯色的笔给它带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在这2个岩石之间呢，我们还要加一些小的树枝。这个树枝它或浓或淡的，是吧？墨色相对适中，从左下，是吧？往右上，我们给它交叠出来。好，上面呢叠加的这种点跟上面的点呢，它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比如说芥子点啊，这种点大家可能有的新入手的小伙伴呢摸不着头脑，哎，这个就随便点吗？好，我们可以换一换啊，用一个相对符号化的一种表达。这个符号呢，它是比较偏什么？比较偏来，大家抬头看哈，来，我们放大。根据大家的需要，是吧？我们可以放大一些。啊，如果还没有通过的话，一会儿我们陆续给大家通过啊。好，从上往下，根据出枝是吧？我们给它稍微的来一点这个芥子点，好，稍微的来一点芥子点，然后再从上往下呢，再给它适当的去交叠，好，稍微的给它皴擦。好，
有这种松动的地方，是吧？这树叶就比较松动，而岩石呢，它就比较浑厚，是吧？那这个呢，画面它就有一种节奏了。然后点的这个树叶，我们同样要兼顾，就是一组一组一组的，一簇一簇的树叶，它要兼顾一定的疏密，对不对？还有一定的浓淡和一定的这种姿态感，一定的姿态感。好，在岩石的边角点上一些这些点。我们稍微退远啊，来看一下大家整体的一个进度。好，大家可以了吗？这块跟上了吗？我想画到这前面这部分呢，应该都不算特别难，小伙伴们，我们可以把这些它的这个缝隙的地方用淡墨给它擦一擦，稍微的统筹一下，不让这一块呢显得那么的琐碎，是吧？不要让它琐碎了。好，如果这一块基本上跟上老师的脚步的，逮着衣服边儿的，逮着衣服的边角的，眼睛跟上的也是可以的啊。来敲个数字666啊，看一下大家的进度。对，点亮粉丝灯牌之后，我们会有每次直播呢会有提醒。好嘞，好嘞。云阳、清风、蚊子禁止熬夜，还有今年子非鱼，就信你，对吧？这我的世界你不懂啊，山水无言。好嘞，大家都是好样的啊。好，在这岩石的左侧边角，你也可以点上一些小的胎点，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呢要开始来画，这是近景部分哈，近景部分呢我们差不多就先画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画中景，也就是瀑布了，要开始画中景的瀑布了。好，这是我们这张画比较突出的地方啊，稍微来点淡墨，把我们上方的岩石稍微来一点点淡墨，把我们这侧的树干后方的这个岩石哈，用我们的淡墨给它稍微的，是吧？统筹染一染，或者说擦一擦。让它种下去，让它种下去。树干呢可以稍微留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让这个岩石该种的地方就种比较明确，该能够形成对比的呢，就让它对比的明确一点点。好了，这块我们先画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从右侧走，在大约横着的这个十字线的左侧，是吧？就我们定的中心点嘛。这旁边就有一个小的山包或者一个山峰，上方还有一些点点的房屋。好，整个瀑布占了画面的右半部分，岩石占这个画面的左半部分，大概的位置可以画到哈。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是吧？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人。来吸一吸毛笔笔肚里的水分，从上往下。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三角的一个造型，大概三角的一个造型。好，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头像加关注哦。好，然后我们来这个，在这个左侧，好，再交叠着一层，对不对？再来一层，好，再来一层，再叠加一层。大概啊，这个山包的一个造型给它画出来了。它主要是在这个左侧的山峰这儿，是吧？墨色比较浓重，墨色相对来说比较浓重。好，然后从上往下呢，我们可以交叠一些结构，是吧？下来，然后呢去给它擦一擦，好，显得这个岩石的轮廓它比较厚重，岩石的轮廓比较厚重。
今天发生了啥？感觉像放假了。我们一起欢聚在易斗云博云的这个直播间啊，这不是刚好也等于放假了嘛，是吧？大家终于找到了找到了咱们熟悉的，是吧？自己学画画的归属的地方，是吧？让这样的岩石啊更加的浊，是吧？更加的厚着，更加的厚着。如果你点了这个进群的申请还没有通过呢，就先等一等啊，就先等一等，因为这会儿可能管理员呢没忙过来啊。你点亮了咱们的粉丝灯牌，权限就够了。好，然后再往这侧走。稍微的给它皴擦一下。好，山峰的造型大概出来了，底部我们先留出来，底部先给它留出来啊，先留出来。一会儿下播之后给它陆续慢慢的通过都可以。你现在点了之后，现在就正常的听咱们的直播就可以了，听直播就可以了。在岩石的上方，高矮错落的，有长有短的，来一点点我们的这种树干，是吧？高矮错落的这种树干在画面上方，然后左侧也是一样。这些呢，它可以是小树，也可以是什么我们的一些杂草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内容。左边呢有2棵比较高的树，对吧？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表现一下。一定不是等量的哈，一定不是等量的。好，这个树梢，它有一点点像一个鸡毛掸子，啊，大致我们这样去给它处理。左边有一棵小的。放射状的一个感觉，像杉树是吧？一些杂树嘛。我们山水画，我想了解过的小伙伴呢都知道，它里边呢除了那种突出的特点以外的树以外，其他基本都会归类为杂树里边，对吧？他们的处理方式呢都是比较这个什么程式化的、符号化的表现。好，在这个石头上方，我们稍微的加上一点点这种树木，对吧？画面看起来它就要松动、丰富一些，松动丰富一些。来，这一侧再来。好的，大家伙儿都在跟着画吗？有多少同学只是在看，没有跟画呀？是不是有很多小伙伴都是这样子的？来，我们在这个岩石上方加一个房屋，是不是？这个房屋很简单，点景的房屋往往我们说是一种，不管是点景还是说我们自己平常画一个界画之类的或工系的画面也好，来推进点，推进点。在看，在上班是吧？好，可以理解的啊。好，有多少小伙伴呢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有多少是再来？是吧？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可以敲个1啊，第2次来的可以敲个2，第3次来敲个3。我们看看，都是熟悉的面孔吗？好嘞，好，再画呢。第一次来的小伙伴啊，工具材料要准备齐全了。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不管你是画哪一种画，还是说我们只是看一看也好，那只是看一看就没有其他的可说了啊。如果想要尝试画一画呢，是吧？你就可以自己呢去坚持跟着我们的脚步来，一起来走一走，看看我们是不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也能形成一个对山水画热爱的兴趣。
我们不仅跳广场舞，或者闲暇的时光不仅能斗地主，还可以呢，还可以画画我们的中国画。闲暇的时光不仅可以看电影，也可以呢来画一张我们的这个山水画。一部电影的时间刚好就是我们一次直播的时间，你可以收获一幅满满的美丽，还可以呢感受这个我们说国风的这种绘制的一个过程，画山水是吧？好的，那我们这是画的这块的小的这个点景的房屋哈，就画到这儿了。在它边角，我们还可以再来添加一些小的岩石的轮廓。但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太复杂，我好像画不好，对不对？以前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这叫熟能生巧，勤能补拙，是吧？坚持一份兴趣爱好，或许在一段时间的积累，你就会收获一份刚刚好的美丽。要坚持啊，小伙伴们！不管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们啊，都要注意坚持的往下面去走。多画一画其实就好了。山水相对来说造型要求还不难。从右侧我们再来叠加2层都是可以的。然后再来从上往下，不就可以用脚游山水了？是的，可以用我们的毛笔啊，跟着老师一起游山玩水。如果你现在居家走不了，足不出户是吧？你也出不了门，那画画作为大家的不二之选啊，你值得坚持，你值得拥有。这是一个国潮国风的时代，欢迎我们的国风的小伙伴们的加入。好了，对，点亮粉丝灯牌啊！每次直播会有提醒，还有我们的这个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给大家候着。如果你还没有工具清单的小伙伴，就是你材料都还没有的，你可以呢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里边进行挑选。这样的勾勒和皴擦用的蓝竹啊，它里边呢是那种一节一节的竹子的感觉，蓝竹的狼毫。染色用的羊毫，大白云、小白云是吧？来到博云的直播间，都给大家备齐全了。墨汁啊，红心的墨汁，还有咱们这个颜料是吧？纸张、卡纸都有不同的尺寸。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纸就是，比如说65×45来裁剪的，在外面游山玩水是吧？看着屏幕，你在外面亲历咱们美丽的环境是吧？你还要拿着手机看我们的课，不容易啊。好，后面画过的这些树哈，其实都可以用点淡墨来给它染一染。上班没法跟怎么办？等我们后面的这个录播啊，我们的这个回放上了之后，小伙伴们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挑选，好不好？对，我们的直播间不仅可以画画，还有糖，是真的有糖哦，大白兔，咱们的大白兔奶糖是吧？香甜软糯，咱们直播间里边是吧？可能几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有。那这个什么？我们作为几代人的回忆，我们值得共同来一颗。一会儿我们下播的时候哈，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还是严肃一点，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们一人来一颗，啊。共享一份云端的啊香甜软糯。来，我们再用点淡墨啊，用一点点淡墨。我们的大白兔也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也有啊。好，从我们左侧用淡墨的方式吧。好，我们要开始画瀑布了啊！重点来了，瀑布大概在哪儿？是不是在横着的中心线的位置啊？对不对，小伙伴们？注意了哈，抬头看哈。然后在画右侧的时候，大家尽量怎么着，画的平整一些。回放我们出来了就会放到小黄车里边。
好，然后是吧？稍微的皴擦一下，稍微的皴擦一下。糖葫芦是吧？糖葫芦，那可能不好到你的嘴里边呀。然后我们再往后边走，横过来啊，对齐啊。这个水口呢，它是比较，记住哈，小伙伴们，在这个转折水流转折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口。这个水口它要尽量是左右高矮啊，它要比较一致啊，基本上嘛要一致啊，离我们纸张右侧的边角大约3指左右。来往纸张挪一挪哈，来推进，来推，左上右下，左上右下。左上右下是吧？我们把这个瀑布这种转折，我们说瀑布，小伙伴们，它是一个阶梯状，对不对？好，虽然后面它是这种蜿蜒曲折这样过来，是吧？我们说的水流，中国话讲究的一种含蓄，它往往不会说直接就这么一个河过来，就直接就这样，水流这样掉下来，是吧？除非一些点景的地方，可能可以这么样去画。如果作为一个主要的物景去画的话，我们肯定要做一种什么一折3挡，是吧？哎，这样折过来，哎，这样再折过去，折过来，折过去，是不是？好，然后呢，再给它垂落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瀑布，这就是咱们的瀑布。所以它其实就像我们这个上楼走的那个台阶是一样的嘛，一层一层一层，是吧？水流从这儿往下，从这儿再往下，对不对？好。我们说水呢，它总是我们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的品质，哎呀，这个纸刚刚没有干，湿笔纸没有干，粘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画上面了哈，大家多多担待，多多担待。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还具有哪些品质呢？我们说水呀，如地之血，如咱们人的身体的一种血气，它是大地上的一种血气。人皆复高，几度复下，唯无不流，至平而止，是吧？从水，它永远是从有水的地方流向没有水的地方，从高处流向低处。就像我们经常讲，人呢，往往在追求水的一种智慧，是吧？水是什么样的一种智慧啊？我们说上善若水，那就是上面的奸计，下面的有才的奸计，是吧？奸计没那么有才的，是吧？有这个富有的呢，兼济咱们贫穷，是不是？有能量的人兼容帮助咱们没有太大能量的人。好，然后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再来把咱们的这个石头再来给它加一加，从左侧中间它要间隔一些石头嘛，这个呢，不仅仅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绘画当中会说到，是吧？这是我们传统的一种人们的一种精神。我们说山石，是吧？四季如常，不依不靠，所以在山水画当中啊，经常喜欢去体现这种原始。而水呢，我们说仁者乐山，是吧？智者乐水，它是一种我们说一种人文寄托的一种精神在里边。往下。好，可以了啊。然后再从上往下，我们把这个水流中间的一些小的细节是吧，给它加出来。从上往下，
然后再来。OK， 从上往下，稍微的摆弄摆弄，摆动一下。好，然后我们再从右侧走，再从右侧走。把这一块小的瀑布是吧？中间的一些小的细节，它是去衬托，也是在丰富咱们水流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啊？好嘞，我们把这些小的细节给它画到这里了。好，再从上往下。把左右两侧水，我们是怎么画出来的？中国画的水，它其实是留白流出来的，对不对？它不像西方的这种绘画，可能是通过颜色、空间、体积，对不对？去给它塑造出来。我们的绘画里边的这种，这个中国画里边的水啊，像这种已经是表现的非常的具体的了。我们中国画讲究一种什么？静水无波，流水无痕，对吧？它是一种性空止境的一种心境，一种心境啊，留白出来的哈，留白出来的。好了，把这个岩石左右两侧的岩石，我们呢把它这个什么需要染的平整的地方，是不是差不多染出来了？差不多染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瀑布下方的一些小的细节，不用勾特别多的线，我们小细节给它勾了出来。好，从上往下。在这个瀑布左右两侧嘛，就在它底部的地方，我们用这种擦的笔触，擦的笔触去把瀑布啊给它带出来。在这种水流线条的右侧，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擦一擦，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给它擦出来之后，我们再来衔接，再来给它衔接啊。刚刚这儿呢被那个试笔纸上的水啊给它弄脏了一点点，但是这不影响到整体啊。一会儿我们尽量把它给用云雾衔接过去。好，接下来到底部了啊。好，这个时候就不要心疼毛笔了哟，小伙伴们，不要心疼毛笔了哈，不要心疼毛笔了。好，进入到直播间，小伙伴不用心疼毛笔，用完了。我们画毛笔本来就是用来帮助大家、辅助大家完成我们的画面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个，为了达到画面效果，你就该这个什么呢？皴啊，该抽插的这个笔呀，你该揉的、该搓的是吧？你都要用起来。好，用这种啊枯涩一点的淡墨，枯涩一点淡墨，把瀑布的下方是吧？这样衔接起来。因为瀑布它到了这个边角，到了这个什么，到了它的底部的时候，它往往属于一种云雾的方式呢，比较弥漫。心疼我的纸了。云雾的方式呢，它就比较弥漫，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带出来。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岩石左侧的带一带。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云雾，把左侧岩石的底部给它染出来。
平整一点点，然后画面就效果就可以出来了，是不是？好，把水流，你看到下方是不是？可以先用枯涩一点的墨，当然高低起伏哈，边角你这样云雾的边缘它是特别不规整的，是不是？特别不规整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擦一点的，水分呢不要太大，刚开始，因为用这种干枯一点的笔触啊，它滋出来的这种边缘不规则的边缘，它就更贴近于云雾的自然的这个状态，对不对？所以用枯笔，如果你用的是生宣纸是吧？有小伙伴说，老师你这么擦，我的这个纸能受得了吗？我的纸受得了吗？啊，我觉得哈，你这个水分适中，力度适中，只不过我们在揉笔嘛。对毛笔的损坏是比较大，比如说我这个毛笔都是因为我之前画其他的画的多了之后，剩下来的，我现在都已经算是二次利用了。本来我画山水对吧？该用的再用，不要心疼，不要心疼了。在我们的小黄车下面都有，大家绘画所需要的材料咱们都有。好，用咱们的淡墨，你需要的尖毫也好，狼毫也好，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下面的小黄车里边都有啊。啊，是不是有小伙伴跟到这一块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累了，有一点跟不上了？云雾老师到底怎么画？听好了哈，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云雾到底怎么画？老师好败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这是我们实事求是，为了画面表现服务所需要的啊。我们在画这个云雾的时候，注意到云雾这个边缘山石和留白交叠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云啊或者雾啊，它的这个什么姿态，也就是它的外的轮廓嘛。云雾的边缘本来它就是不规则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种高低的起伏，在一些就用这种枯涩的笔给它擦出来之后，在一些转折的地方，我先把它给擦上去啊。先给岩，你擦了之后要注意到它和岩石的这种衔接啊，还要给它穿插上去。好，穿插上去啊。好，穿插上去，然后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怎么着？把我们转折的地方，或者说大的这个转折的地方啊，我们给它稍微的给它加重一点点，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可以点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每次直播的时间，我们还有高清的案例图啊，都会给大家做相应的提醒。每次直播的时间会有提醒的。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学习山水画可以找到一朵云，来到云端的交流环境当中。当然也可以点亮粉丝灯牌，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我们每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还有工具清单啊。你需要，如果你现在是初次接触中国画，还没有材料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橱窗里边找到笔墨纸砚，对吧？没有砚是吧？有纸是吧？卡纸，有咱们的这个狼毫笔是吧？小红毛，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墨汁颜料啊，最基础的，每一样呢都给大家备了一份，如果你是已经画了很久的小伙伴，需要补充材料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根据自己实际需要，你可以呢做一些挑选和选购。好久没画了，一看就会了，一画就会了啊！画画我们说过啊，不仅仅是咱们的一门学科，而且呢，它也是一门技艺，是不是？咱也是一门技艺，它也是一个技巧，需要大家去稍微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练习一下。如果你不练习，我一讲你就会了，那你厉害了啊！那么直接开讲座就行了，不用带大家画了。好，我们做的就是让我们不会的小伙伴学会我们的中国画，
会了一定的，我们让大家的基础呢更加扎实，都能够画出比较完整的作品啊，比较完整的作品，轻松加愉快，我们就可以搞定一张中国画山水的作品小品哈，一张小品。怎么进群啊？点头像，你应该就能看到进入粉丝群，对吧？要点亮粉丝灯牌才能进，才有权限进的，好不好？好，云雾开始弥漫起来，对吧？好，那么我们把右侧呢给它衔接起来，右侧给它衔接起来，右侧衔接。好，衔接起来啊。好，左右两侧的这个岩石，因为我们还没有怎么染，没有怎么染，所以呢，它还要对比啊，给它再增强一点点。比如说在水流的左右的方向的位置啊，是吧？或者转折的地方啊，我们给它稍微的加重。当然里边还有一些小细节哈，还有一些小细节。吃个糖补一补。如果画烦了啊，如果画累了，哎呀，心情非常不好，没有吃早餐，赶紧来一颗糖啊！来颗糖，补充一下大白兔，来个大白兔补充一下。啊，水分呢要控制控制啊，不然一会儿给画脏了。从左上往下，左上往下。好，在这些边角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再给它滋拉一些，看似像水流的这种枯涩一点的笔。水流湍急起来的时候，这个水它是有厚度的，对吧？水它是有厚度的。当然，在这个云雾的边角是吧，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加重。这种转折的地方，看好了啊！有的小伙伴怎么画出这种云雾的层次？就在这个云雾，你看这个留白和我们冲过的墨色的边角，我们在这种大的转折的位置，稍微的啊增强一点对比，当然都在靠底部的地方去加重的啊，底部的地方去加重的啊。好，我们用的这个纸就是生宣的卡纸，是65乘以45来裁剪的，OK， 好，可以稍微的加重局部的一些位置，好，把左侧左上角我们给它稍微的染出来。好了，这是我们画的左侧，大家都跟上了吗？如果跟着差不多跟上画出来的小伙伴，来敲个一啊，来敲个一。好，用咱们的这个弹幕啊，把我们这个山顶呢，可以统筹一下。好，这个岩石我们就先画到这儿，然后上方让它平整一些，顶部让它平整一些。我们可以用湿润饱满一点的墨，现在没有干哈，可能看起来有点重，干了之后就好了。哎呦，好，这块跟上了没有？跟上了敲个一啊。行，好，咱们这一块呢就先画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往后面走了啊，后面这个一丰富起来，画面呢就看起来完整了。好的。来，从左侧，横向的左侧，比较平稳的给它带出
给咱们带出咱们的这个浅滩嘛，算是这个上方河流的浅滩了，对不对？好，要平稳一点点哈。然后画的呢有一个小的一个棱角啊，当然越往后面走，这些墨色都不会特别重，都不会特别的重，只会在一些转折，比如这块边角，为了凸显它和水的这种，比如说岩石比较重，水呢比较清澈，对吧？我们需要把这个左侧加重。然后边角呢，我们可以点一些小的石块，就是一些小的墨点啊，小的墨点。好，再来。好，点到这里啊，就加到这儿。好，我们再往右侧走，画到这里之后，我们是一层一层的叠加嘛，然后包括我们后面还要给它再加一些树，然后最后再来染，让它先是这样，先让它衔接到我们左边的这个，用淡墨哈，把底部给它衔接到旁边，都能够串联的起来，串联的起来。然后再往右侧走，再往右侧走。好，再往右侧，我们把这个山石的这个棱角，是不是也是给它体现出来啊？擦一擦，擦一擦，丰富一下。然后在画面的底部，在画面的底部，稍微的加点这种岩石。好，这是上面的一个浅滩嘛，大概的一个浅滩。水流的位置呢，把这个水口啊塑造的更加的丰富了。当然，这上面还有很多的小树，对吧？我们还没来得及塑造，一点点的来，一点点的来。然后再往左侧走，再往左侧后方嘛，它还有一层，我们是蜿蜒曲折的。蜿蜒曲折，直接一笔淡墨啊，水分饱满一点的淡墨给它带出来。啊，欢迎咱们没有在画画的小伙伴，也可以动动手指头点点赞啊，也可以点点赞。当然，劳逸结合，平常这会儿可能很多小伙伴呢，是吧？看课都已经是极限了，是吧？动手呢不一定特别方便，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啊，实际情况来，然后再往后方走，再往后方，也就是大概高一点点的位置。好的，啊，这是我们画的这个浅滩，把这块好完整一点点。这是画面上半部分啊，然后加一点点小的点，点亮粉丝灯牌。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在这上方我们要加上一点点小的数目了，需要加重或者说来一点小的细节在这个画面当中。从上往下，高矮错落的一些有高有矮的小树，对吧？这种树画起来应该是比较简略的吧？啊，小伙伴们。好，左边，然后呢，画一点点这种参差错落的叶片，有点像松针一样，是吧？像那个我们画的有一种马尾松似的在里边一样。然后这一块再来，当然角度不必完全一致，可以参差错落，参差错落一下。好，这里也是一样。一会儿再用淡墨去给它适当染一染，然后在这后方，我们依然也是要高矮的来一点这种树枝在上面的，在左侧有高有矮，有高有矮。就是横向的笔点，是吧？松动一点的，把这个树，是吧？给它带出来，给它带出来。吸毛笔笔肚的水分，吸毛笔笔肚的水分，好，给它加一加。好，当然没有干的话，你就稍微等一等吧。没有干就稍微等一等。好，这个画上面呢，它有一些小的石块啊，水里边有点小的石块啊，这些都很正常，对不对？好，那么看起来更加的形象一点，形象一点。下面最后我们还要染这个颜色在里边的，染这个颜色在里边的。随时清理自己的手机不会卡。好，好了，这是我们画的这个画面的，就是偏底偏这个瀑布，就是上方这一块。大致呢，我们先画到这儿，然后我们来开始处理后面的云雾，然后统一的再来给它染，统一的来染一染。好，我把这个镜头呢稍微推远，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吧，稍微推远一点点哈。好，大致的效果出来了，但是一会儿我们需要可能染完了之后，画面才会更加的完整和更加的丰富，对不对？我们把这个云雾岩石这一侧该重的让它再重一点点，区分开一个前后关系嘛，让这个岩石它也有一些层次，不至于都在一块儿。熟悉的声音又听到了 ，OK。好，这是我们画的这里哈，然后我们要染完色了，效果才能出来，大家坚持，坚持一下。我们把远山云雾一画，它其实画面效果就开始要，着色一染，它其实就开始要出现效果了啊，这就是需要耐心一点的地方。现在我换一支笔啊，用一支大号的尖毫，大号的狼毫也行，羊毫也行。大号的羊毫，对不对？在我们的这个橱窗里边、小黄车里边都有，因为它是羊毛做的嘛，蓄水量比较好，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弹性，所以用来染大面积的这种比较水墨饱满的点的地方的时候啊，它比较方便，如果觉得屏幕小，可以投屏到自己的电脑上或家里的电视上，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好，来，我们用淡一点的墨。哎呦，这儿水比较大啊，再吸一吸吧。比如说有些地方，你看生宣纸上水比较大，晕的比较厉害，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吸一吸啊，稍微吸一吸。来，从左侧
从左侧我们是要给它衔接上去的，好，给它衔接上去的。好，云雾是不是弥漫的景象给它带出来了？好，淡淡的啊，淡淡的。这上面它大概是一个山的一个造型，一个山的一个造型。我们先不给它画，一会儿用颜色的方式来染。好，用云雾把这个山脚，给它带过去。好，用淡墨把咱们叶片从上往下形成一个过渡的关系，或者从下往上，至少上面淡，下面重一点点，重一点点。好，把空间呢，我们通过这种染或者塑造的过程给它拉开，给它拉开。云烟开始要让它弥漫，水分把控好哈。然后在这一侧也是要给它淡一点点的，就擦出这个云雾的形儿，擦出云雾的形儿，就是它的大概的边缘的姿态感嘛。大家也用淡墨把一些该给它平整的地方，比如说树叶里边，都给它染平整了。右侧的边缘岩石，给它加重。靠后方的地方，它们被交叠的地方哈，都是被交叠的，要往后面去逐渐形成一点点的过渡啊，因为上面其实没有完全的过渡开，没有完全的过渡开。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加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关注，也可以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一会儿呢获取可以这个什么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步骤图哦。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稍微的淡一点点，稍微用点淡一点的墨，把底部这种该压重的暗一点的地方，现在就是整体的调整画面的黑白的对比关系啊，整体的去调整一下啊。好，重的地方无非就是树叶和咱们的这个树的生长树木的地方。后面的云雾呢，效果还没有完完全全出来，我们可以再用稍微比刚刚皴擦的这个墨色重一点的墨，在这种小转折的位置，对吧？啊，小转折的地方可以稍微的给它加重一点点，让它有一点点层次。啊，不要把所有的地方都给它加特别重，只在一些转折的位置啊，转折的位置去加。好，转折的位置去加，好，它就有云的那种味道在里边啊。好，后边稍微的加重一些小的转折。就是云雾的这种小的转折啊，或者大的转，就是这个轮廓边缘嘛，需要去转过去或者转过来。然后同样，我们可以稍微的加重一点，稍微的加重一点点，在我们这个什么岩石上方。
岩石这个上方啊，在我们前后交叠的位置哈，前后交叠的位置，给它依然是点上去。你看，区分一下前后嘛，区分一下前后。好，后方嘛，远山，虽然我们用颜色去表现，但是我觉得墨色还是要给它先来一遍，先来一遍，就画一个基本的轮廓哈，就画一个基本的轮廓，其他的不需要我们去画，就用淡墨来，这样的话它的效果才会明显。淡墨，我们说近取其志，远取其势。远处的大体的山势，也就是基本的轮廓，我们要给它带出来哦。好，大体呢画到这里，然后在它们依然是交叠的位置哈，交叠的位置，你看把云雾小细节对比的地方。依然可以稍微的加重，稍微的加重。好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好，这是我们画的，就是远山朦胧空蒙的一个景象。开始着色了啊，小伙伴们，开始着色了。着完色之后，画面效果就会更加的清丽明确，更加清丽明确。好吧，好，我们现在着色，把这个刚刚用的墨色的笔呢，先放到一边啊，先放到一边。我们今天主要用到两种颜色，就是花青和赭石嘛，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朱砂，因为要勾勒一点叶片。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玛丽牌的12色，在咱们的橱窗下方，大家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去购买，这是最基本款的，最基本款的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颜色。对于初学的小伙伴来讲就可以用它。当然，对于我们比较喜欢画色彩，也喜欢画青绿的小伙伴呢，在我们橱窗里边也有这个春江万物高级的这个24色的矿物质颜料啊，矿物质颜料，它是膏体状的，就是说，已经是固体的颜色和我们的这个胶啊已经调和好，跟这个颜料一样，可以挤出来就可以直接用，就膏体更加的细腻，着色呢更加的这个更加的温厚啊，过渡啊或者细节的表现呢，它都会更加的这个突出一些，比如说画青绿啊，包括过渡晕染。这种颜色呢都非常的好，这是矿物质颜色哈。你比如说这种石青、石绿，这都是用青金石是吧、孔雀石这些磨制而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胶、动物胶啊来调和而形成的啊。好，在我们的橱窗下方，感兴趣的小伙伴，你可以呢这个自己去挑选哈，去挑选，然后用玛丽的这个颜色呢也是可以的。好，我就用这个赭石吧，用这个赭石先来把我们的画面的上方的这个暗一点的地方，或者需要用颜色表现的地方，给它染出来。又被抢光了啊！抢光了就玛丽牌的吧，是吧？那种最基础款的。好，需要用到的笔，自己呢可以也是有那个套装的笔，有羊毫，有这个狼毫，是吧？你需要哪一款，你就自己挑选一款。好，来，我们现在用这个淡淡的赭石色哈，淡淡的赭石色，淡淡的赭石加水啊，加水，然后我们先把由近及远，好不好？由近及远去推着来画。我们画这个下方染这个下方的赭石的时候，就是底部的下方赭石的时候，要加一丢丢淡墨，让这个颜色呢更温厚一些，不那么突出，是吧？它的纯度比较低。从左下往上
水分饱满一点点，水分饱满一些。好，染完色，效果就开始逐渐要开始呈现了哈，就逐渐要开始呈现了。OK， 然后在我们岩石的这个树干的地方，或者偏暗部的地方，稍微的扫上一点点，不用特别多啊，不用特别多。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山顶，不用山顶了，把右侧的瀑布右侧给它染出来，甚至于调和点淡墨往下面去给它染。好，瀑布的左侧，染这个山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颜色纯一点点了哈。你只要是调和，你只要是加了颜色或者加了水去调和，它的纯度都会降低，对吧？好，所以我们在画这个山头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画面当中啊最暖的一块墨，这个赭石色了，从上往下。好，下面云雾的地方我们就留出来，为什么？它是用了花青去衔接的，用花青去衔接的。好，其他地方我们都用的这个赭石色呢，都会加一点点墨给它调下去，或者它本来用这个就用了墨先去染了一遍的嘛。赭石加了淡墨，只有这块呢可以不怎么加，就这块因为要让它突出一点嘛。好，然后后方岩石上方，对吧？我们都要用一点点赭石色。这块呢晕的有点厉害，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失误啊。然后大家在尽量没有干的时候呢，就少去画啊，或者尽量自己把控到点啊，把控到点。不过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影响。好，然后呢，我们把后面的这些地方啊，也需要用赭石色染的地方都给它带一带啊。这块岩石偏底部的地方，用赭石扫一扫，不一定要特别明显，带一点就可以了，带一点就可以了。这个春江万物的这个赭石色呢，它是很温厚的，它不会显得特别的这个红。好，如果用的是玛丽的这个呢，它稍微这个玛丽牌这个呢稍微有点红的话，你就加点墨啊。基础款作为初学的小伙伴呢，可以去挑选。好。然后我现在再用我们的花青把我们的颜色呢给它协调好，是吧？一冷一暖，所谓浅降嘛，就是浅浅的着一点颜色，就是在我们的墨色的基础之上。啊，这个花青啊，它颜色也是非常温厚的，而且你调和起来。它不会有杂质啊，它水溶性非常好，你看对不对？我们每次染的时候，应该是一小点的在这个笔里边给它晕散开，是吧？有的小伙伴固体块就往上面糊了，那不是画水粉，也不是画水彩，是吧？画中国画它是水溶性的啊，水溶性的。这胶体是动物胶，然后呢，它跟这个水溶性非常好啊，而且成色的效果也非常的明丽。好，从上往下。把我们岩石刚刚没有染的地方，对吧？好，现在就可以染出来了。好，染出来了，对不对？好，颜色一染，画面呢它就会更加的清丽了啊。好嘞，欢迎各位加入到咱们一朵云的直播间的小伙伴，对吧？因为一直都会有小伙伴呢进，一会儿呢也会有人这个不知道情况。欢迎大家进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如果没有点关注，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也可以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点亮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获取我们每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还有呢我们的工具清单，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笑语山海哦，好不好？即便你在上班，咱也可以带着你一起摸鱼。
虽然心人在公司，对吧？但是呢，我们心还可以在这个山水之间游走。我们山水画就贵在表现一种可居可游之境嘛，对吧？为什么大家要在都市里边呢？你是喜欢这儿的深色烟火，还是霓虹闪烁？闪烁。在右侧可以浓一点点，往左边呢就淡一点点。好，我们可以呢稍微通过画画寄托一份呢远离喧嚣的一种心境。OK， 然后再来。上面不要有固体块哈，你比如说中间这一块好像过渡的不太自然，对吧？我们还可以再补充。颜色大家都没有干透的情况下，是可以相互晕染、渗透的，对不？好，待会儿唱首歌，想听我的成名曲啊。好，在咱们底部的这个云烟的地方，是吧？用我们的花青色，把我们的云雾是不是给它染一遍如果仅仅是墨色，它可能容易显得有点点脏，是不是？但是我们加一点点这个花青在里边呢，它用颜色之间的这种互补和呼应，画面它就看起来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这个冲突了。还喜欢的朗诵，我呢只是带着读朗诵咱们是谈不上的不敢。以后我们来个晚间电台，小伙伴们敢来吗？我们大概下班之后是吧？来一个诗与远方。花青不用加墨，你可以要么用的淡一点，要么用的那什么一点。说到不用加墨，咱们下方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纯，那你为了让它降低它的纯度，你就加墨或者加互补色，比如加点赭石色，给它调和一下，对不对？调和一下嘛。开心就好，是吧？好，来，我们来一点这个花青，来一点点小的花青，然后从下往上，OK， 是吧？云烟开始升腾弥漫的感觉呢，它多多少少有了一点了，对吧？多多少少有了一点。好，把远山我们也用这个花青色给它带出来。花青笔尖儿可以稍微的重一点点笔尖儿，笔肚水分太大了，吸一吸。好。干一点就画面会更协调。花青和赭石是吧？相互的这种晕染。你比如说这块你染完的地方觉得它比较跳跃，咱们都可以用赭石色、花青色给它覆盖，补充。
效果出来了吗？风起云涌是吧？云烟升腾，云烟缭绕的。好，花青，我们用淡淡的花青，甚至于加点点赭石，淡淡的花青。现在我们来画哪儿？还是要花青多一点点哈，花青多一点点，淡一点，淡一点，小伙伴们，我们在这个山顶，这个什么？这个不是山顶，瀑布的上方是吧？水面都用这种花青色，淡淡的花青，给它压一压。前面的重一点，后面可以淡一点点，就是颜色上面。还有房子对吧？我们把房顶给它染出来，这样漂亮吧？好，这种呢就比较偏直观偏空间的塑造，这种其实也比较方便我们初学的小伙伴呢来了解和学习，OK， 好，给它晕到这儿。上面的树，我们也要用这个花青给它染出来，花青给它染出来啊。花青色，对不对？好，画面的这种浓啊、淡啊、对比啊，就是上来了，就上来了。又听见了熟悉的声音，呵呵，欢迎小伙伴们的加入啊！来，又找到了咱们的组织，找到了咱们学习的地方，在咱们的这个树叶里边哈，看到树叶里边，你别看我们前面画的很粗糙，染色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细致的哈。树叶里边都要用花青给它染一染，都要染一染。加不了粉丝群，回头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可以先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不会操作的也慢慢来，不要急，急也急不来，是吧？还反而影响了心情，我们还需要吃一颗大白兔。小伙伴们，现在都快画完了，我们可以来颗大白兔了哈，可以来颗大白兔。好，没有画的小伙伴，赶紧动手啊！咱们点点赞，点点赞。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手机，淡淡的。对，点关注不迷路，点了粉丝灯牌，咱们可以在群内获取每次直播的高清案例图和步骤图。好，把瀑布里边的这种小碎石头，对吧？也用花青带点赭石色的样子，给它稍微的染一染，这是我们画的这张画的大概的一个基本全貌吧，基本全貌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唯一有点不开心的就是这块水刚没干的时候就晕染开了，对吧？黑成了一个球球，所以我们其他小伙伴在画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小的细节，好吧？不要让自己的画呢，最后因为染色或者水分呢一些小的细节出现问题。当然，这个呢也是很多初学的小伙伴容易出现的，对不对？就是我一水大了，这就阴了一片，是吧？那个线条你想要的笔触达不到，那这个什么，水一干呢，我又画不出效果来，对不对？这个都是正常的，小伙伴们。当你现在刚开始了解的时候，对这个工具材料都还不算熟悉，对它的属性以及经验，甚至拿笔都还不是太了解呢，这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你需要一个坚持和练习，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就会了。
好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所绘制的这张星星侄女儿，星星侄女儿她这个欣赏的一幅云海瀑布的一个景象，云海瀑布的景象啊。这张画大家觉得画起来效果是否是自己喜欢想要的？如果是的话，敲个喜欢好不好？小树忘了染色了，对吧？小树，来，我们来点朱砂来点点朱砂，把这个上方的小树呢给它点点。谢谢我们这个小伙伴的暖心的提醒，暖心的提醒。好，我们又要用到这个小红毛，这个小红毛它是我们说狼毫嘛，硬度比较适中，有韧性，有弹性。所以我们在画这种小细节点点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应该说是落款、勾线，甚至画这种小的点的地方必备的一款笔，必备的一款笔。我想每个小伙伴手上应该都会有，对吧？如果需要，也是在我们的小黄车的橱窗里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做一个挑选。好，然后我们在这上方，对吧？你用芥子点也好，或者说直接用胡椒点也好。有疏有密的，微微的点上一点就可以了。好，如果干了的话，我们在左下角，你看盖个章压脚章，跟它这个颜色形成一个呼应看这个即便是朱砂，对吧？这个颜色它也非常的温和，甚至于可以在这些地方稍微点上一点，就是我们之前画过的颜色的上方点上一点朱砂，让它上下得到一个呼应，对不对呀？谢谢我们霸榜的这个欣欣小姐姐，还有菊妹、梦之意、紫嫣大家伙都辛苦了都辛苦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大家画的这张案例图，小伙伴们的感觉，刚刚我已经收到了孩子刚上完网课来晚了，没有关系下次记得我们每天直播的时间是上午9点半，休息呢会提前给大家通知的，休息会提前给大家通知。好，然后我们这张画要画的地方就到这里了。有什么疑问？有疑问的小伙伴可以呢直接发弹幕问我，我也可以给大家做解答，好不好？以后我们上系统的课程呢，然后给大家比如说以前大家的临摹也好，还是创作基础也好，还是南北技法也好，还是山水专项也好，我们呢以后再给大家系统的规划，也欢迎我们小伙伴呢找到组织来听课。当然点关注不迷路，以后呢每次直播都会提醒大家来跟播的。刚刚给大家说到的颜料，比如说玛丽的12色，玛丽的12色，还有咱们这个春江万物这个颜料2款，一个是基础款，一个呢是咱们比较这个什么呢实用，而且呢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春江万物2种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一个挑选，好不好？都在橱窗里边如果需要加购自己的画材，或者第一次来画画以后想要尝试跟画的小伙伴，都可以自己去选购，包括我们用的这些最基础的墨汁，对不对？红心的墨液它是油烟墨，它的这个浓度呢非常高，可以画出很多丰富的层次来。所以画画我们一般用油烟包括我们刚刚用到的小红毛，是不是？就是画这些小细节，还有落款等等勾线等等都会用到的，也在我们的橱窗里边，也欢迎我们的小伙伴需要的小伙伴自己去加购包括我们染色用到的白云笔皴擦用到的狼毫，是吧？那我们橱窗里边的是小黄车里边的是这个蓝竹的狼毫，没有卡纸可以裁夹宣吗？可以，你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手宣也可以用先尝试着画欢迎大家点亮粉丝灯牌可以加入到咱们群内，获取高清的案例和步骤图。目前没有步骤正式的课程是有的
关注了是吧？好，截下图可以截一下。今天终于学会了点赞，菠萝蜜妈妈，这个小伙伴呢有点可爱啊，该唱歌了，我会给大家放一首歌，来，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放一首歌，放一首 happy 的音乐，我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好不好？来，我给大家找一首，我本来想放我的下半身曲，算了。好，音乐的大小和我说话的声音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吧？没有听过我唱歌是吧？以后有机会慢慢来，慢慢来。啊，先点关注吧。然后我用的这个宣纸也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小黄车里边是65×45的大小，目前。然后它是加厚的这种宣卡，是加厚的啊，所以那个纸张比较厚。就卡纸比较厚，宣纸呢是差不多的。点亮粉丝灯牌之后就可以进群啊。如果不知道怎么弄的也没有关系，你点了关注以后慢慢来，慢慢来，好吧？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小伙伴可以先关注，后面慢慢来，慢慢来啊，也不用焦虑。我知道最近很多小伙伴呢说啊，这个东西我都不会，怎么弄啊？谁能教教我呀？啊，这个呢，目前这样的小伙伴太多了。太多了！我晚上12点都有小伙伴打电话来，来问是吧？你点关注了以后，我们就大家都会一步步的就会了啊，所以你也别那么焦虑了，来颗大白兔吧，焦虑了来颗大白兔吧啊！不管上班没上班，心情好与不好，如果心情不好，那么就来2颗是吧？来2袋大白兔，给你双倍的快乐，双倍的快乐，双倍的甜蜜啊！我们都是老人，我知道的，所以呢，大家不要着急哈。不会的功能，你点了关注，这个会肯定都会，对不对？不会的功能，我们会慢慢学会的。好，加群，你申请了点头像之后，慢慢都可以。没有跟上老师节奏是吧？课下慢慢画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哈。然后我来，1号、3号，我这个没有看到哎。你说的是颜料吗？还是什么？我也去直播间看看。漏宽洗嘛，这个都没有干，一会儿又糊成这个一块了，又糊成这一块了，就不太好，对不对？得关注7天，一会儿我们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应该就可以。1号咱们是那个宣卡嘛，然后3号是咱们这个实操的画册。我们以往就是时间比较早的话，带大家画一个这个实操的册页，就是昨天我画的，给大家看一看，我找找，昨天画的，比如说我们时间方便，我就会带大家画一些这个小的册页，对不对？如果正式一点呢，我们就带大家画一点这个比较丰富一点的内容。都会大家一一的画到，然后当然系统的给大家讲解呢，目前还没有陆续开展，因为很多的东西还不具备。比如说我们在上完课之后，是吧？一会儿20来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画一个小品。
太费眼，这种我们说小画怡情，大画伤身，所以小伙伴们自己要是画画的话，一定要注意到，多画小画，尤其对初学的同学而言，对吧？小画怡情，大画伤身，记住这句话啊。好了，这个呢就是以前练习的一些，比如说中国画的审美基础之一，那就是要练线条嘛，对不对？好，现在不着急的小伙伴来点点赞，点点赞，点点赞。有需要我们这些绘画材料的，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呢去选购啊，包括我们的画册，石头的画册啊，还有我们这个千里江山图。这个千里江山图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一本是吧？基本是接近原作的尺寸，原作的一个尺寸。然后呢，它是我们说的古代历史上最为经典的这个青绿山水的一个巅峰之作嘛。王希孟所做的一幅18岁少年在当时的皇帝亲传指导下，耗时半年呢完成的这个画册，可以看看啊，可以看看。左侧呢是一个完整的11米10点多嘛，10点多米长的一个完整的画卷，完整的一个画卷。在这个画上面呢，有乾隆皇帝的御笔是吧？号称画界牛皮癣的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在这画上面去题字是吧？来叫什么千山。就是江山千里万无垠，是吧？元气凛凛映雨声，就是来赞誉这张画的它的一种美丽。好，这张画原作的尺寸是最贴近于原作的这个打印的效果，里面的皴擦勾勒，是吧？着色的效果，大家都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不管是用来观赏，还是临摹学习研习里面的技法，还是作为收藏，是吧？作为亲朋好友的礼物，这个呢都是不二之选，可以说是咱们国风礼物当中啊，最为代表性的了吧？山石树木点景的小房屋，呢，我们都可以一一的看到，还勾勒了水波纹还有这个小的细节等等，我们大概的翻一翻，让大家看一看。因为这个是纯真的矿物色哈。幸好你们在，是的，我们会守望相助，彼此呢前行。